港湾新网的朋友好，这里是莉对谈，我是 Lily。喜欢我们港湾新网的朋友的话，可以帮我点击一下荧幕下方的小铃铛，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经常听 Lily 讲讲艺术家们的故事了。谢谢。本期节目的话，我们又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李锦明副教授，今天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于台湾艺术家如何走上国际提出他的一些看法。李老师好。大家会经常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说高雄被称为是文化沙漠，也会说高雄艺术家很难走出高雄，然后台湾艺术家很难走出台湾。就说您对此的话有什么看？我想，其实，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其实要先走到一种真正对自我的认知哈。那在我们所谓的全球化的时代，其实越全球就要越在地。那每一个艺术家应该要面对自己真正的处境，然后努力做自己想发表的、感受的东西，而不要思考西方人喜欢看到什么东西，或者要用什么样的策略可以开展你自己的作品。应该更努力的发表自己生命中的一些节点、一些脉络。那这样的出发会产生比较有效的感染力。对外国人而言，我个人觉得这是对艺术家而言比较好的策略。您觉得哪些就说是外国人想看到，但是您不建议的一些点？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外国人可能会喜欢看，曾经在解严之后，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喜欢去呈现像槟榔西施啦、庙宇啦、阵头啦这些很台湾，我们认为很台湾的文化。其实我自己也有做过这些东西，我试着做过这些东西。在1990，我正在美国念书的时候。1990年代，我曾经回到台湾之后，我发现整个台湾都走向本土化。那我看到好多人在画庙宇，好多人在画阵头，好多人在画很俗艳的文化。我会试着想画，我就拍了很多照片带到美国，回到学校，然后我画不出来，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没有这样的生命体认。那我故意去掰这一段非我自己生命经验。我的文化底蕴的东西，这并不会成功。所以我是发觉到，回过头来，当我们要探讨我们跟国际上的交流过程当中，其实有的策略其实是可以透过我们对于某些彼此之间共同的文化来做连结，共同的感受来做连结。那我想这样子切入会比较能够引发人们的喜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在跟国际上做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些小国家或者一些小地方，他们其实比较喜欢跟台湾做对等的一个交流，反而是大国他们有一点目中无人，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在乎你的出现、你的出场，除非有利基，除非他们政府有鼓励、有补助，大概是这样子。我刚刚是听到您说作为艺术家个人的努力的部分，是。那么说我们要想走出国际的话，我们可以寻求一些官方的帮助吗？这一块你有什么建议？我会觉得最近政府做的黑潮计划是一个蛮好的计划。我自己曾经想要申请，可是我真的太忙，因为这个计划比较倾向于说，我们将台湾艺术家推向国际的展场、国际的卖场。我们不只是在国际的双年展、官方展出需要被看到，我们也需要在国际上的民间展出，比如说拍卖会，比如说艺术博览会，这些呢其实是有机会让他们的人民看到台湾的趣味、台湾艺术家的特质的一些场域。那我想，我所知道是官方目前有在试着推这一块，我们可以找一些好的榜样哈。在东亚有几个国家，像韩国跟日本，韩国的表现是很好的。就是韩国其实他们在文化策略上，我觉得他们掌握到很多重要的精神跟观念。日本这几年应该会回来，可是韩国呢，我相信他们很清楚的知道用文化来行销国家，用文化来殖民其他的国家是最有效的。所以他们国家有呈现3个重要的文化或者大策略，一个是 K-music 韩国音乐。K-movie 韩国影视业，然后 K-art 韩国的艺术。所以现在整个亚洲最有能量的地方在韩国，
哦，就是在当代艺术部分。还有大家年轻人也会跟风。是的，可是不是一个流行文化而已，还有在这个精致的艺术表现上，他们也希望掌有话语权，所以台湾必须要急起直追哦，才有机会。您可否分享一些你以前参加的展吗？然后就比方说 So It Goes， 当时那场展非常的精彩，然后大家的评价也非常之高。您当时那场展可以稍微介绍一下。Sorry Goes 的意思是不然怎么办？就这样子 ，Sorry Goes。我想其实我也在那档展览来讲述我跟我父亲的关系。那一档展览正是我父亲辞世的那段日子。那我父亲跟我讲的故事很少，其实我一直很遗憾，我没有好好跟他再多聊天。曾经跟我讲过一段故事，是他小时候曾经错过一班火车，那班火车后来经过美军的扫射之后，那是被大屠杀了。他错过那班火车，因而有了我哦，我父亲没有在车上，那我当时觉得不是很可靠，后来就去查这个资料是真实的哦，那地点也正确，那所以是真实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在花莲港哦。那在二战的时候，其实美军在对台湾所轰炸的炸弹数量居然不输给日本哦，那常常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受难哦，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有逃难的过程，所以我在那个 Sorry Goes 的那档展览当中也特别去谈到关于我的父亲跟美国的第一次遭遇，以及他当兵的时候其实是跟美军联合作战。然后我个人呢，又是到美国念书，在当兵的时候，其实穿的也是美军的防寒大夹克。我们跟美国之间一些很有趣，可是又很难割舍的一些生命共同经验哈。那在那个档作品当中，其实谈的不只是美军，还有谈台湾的处境。非常多台湾人在面对战乱这个字眼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 Sorry Goes 的态度。那老师，您近期的话有准备一些展吗？有的，最近有一档展览，名称还没有，在我们学校，在高雄师范大学116艺文中心，在6月13号会开展。那会是一档不错的展览，因为我蛮有信心，在我这段当主任的时间所压榨出来的一种创意。这距离上一场展有多长时间了？大概有3-4年有了哦。期待。谢谢。上一档展览是叫做 When the Shit Hits the Fan 哈。那这一档展览应该也会有一个奇怪的名称，希望可以找得到。老师上一场展的名字真是有点把我给这种感觉。对啊，就是糟糕还要更糟糕这样子，大概是这个意思。老师，您同时也是一个这个艺术创作者嘛？您平时的话，就是说在教学过程当中，您会怎么去教育现在的学生？我其实不是一个市场型的艺术创作者，那我一直秉持的艺术教育需要保有一种对艺术真诚的热情哦。那而艺术教育需要是对应时代的一种能力，才能够产出。那同样的，我希望我的学生应该是将作品淬炼到讨好自己为主要目标，而不是去取悦别人。哦，这一点是很关键的。那能够讨好自己的作品，能够让自己都很喜欢、想要拥抱的作品，那才能够代表你的生命的延续，才能够有资格成为艺术界重要的作品。所以您在创作当中也是秉着这样的一种态度进行创作，您的所有作品都是自己喜欢的。我会尽量这么做。个人的作品其实也是秉持这种方式来创作，因为我觉得，我有这样的创作精神，真的才能够做出，能够感动世人的作品。这种精神其实要扣合的是你对时代的认知跟感受。那我在教学上其实也会让学生们，认真的去看待自己的处境，寻找真正能感动自己的事物，以及去分析自己跟时代脉络之间的关联哦。这样的教学，我想应该是比较适合一个当代思潮的方向。那您平时就是说在教学当中，您会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吗？不会，他们都很喜欢我，应该是不严厉。对。
你会怎么跟学生相处？因为我在国外，美国还有澳洲待了将近10多年，那我觉得外国艺术教育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尽可能不是在批判你，或设定一个规则让你去 follow， 那更多的是开发，去发掘，努力发掘每一个人的不同特质，然后去彰显你的特质，然后提出你的特质可能的对应方式，还有艺术界怎么样处理这些东西，这样相关的议题跟手法，都会让学生有比较大的进步。与其 push 他们，不如引导他们，这是我的做法。非常感谢李景明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些非常精彩的分享。我们也祝福李景明老师，他在他的这个4重身份当中，艺术教育者、艺术创作者、国际策展人、收藏家这4种交错的身份当中，给他带来的这些探索和冒险的精神，支持他在艺术创作当中将他的这个黑色幽默和悲剧表现主义延续下去，并且创作出越来越多、更多、更精彩的作品。这一次利益对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谢谢。